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那就这样做吧。对了，你现在感觉怎样？可有得到那神雷赐予的新力量？淡淡一脸好奇地问道。你看我现在有什么变化？楚风摊开双手转了一个圈后，笑着问道。没有什么变化啊，除了从九品武王成为一品半帝之外，没有任何变化。淡淡仔细打量一番后说道。那你接我一拳试试。楚风说道。来啊，本女王怕你不成？淡淡自信满满。忽然楚风出手了，这一拳快过奔雷，沉过大山，威力相当之强。可就是这样一拳，却根本未能靠近淡淡，便被一层暗黑色的气焰给挡了下来。我的女王大人，还好不你是我的敌人，你这力量太可怕了。楚风笑着收回了拳头，这是他第一次与淡淡交手，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修罗之力，这股力量当真可怕的很。哪怕如今的楚风已成为半帝，获得了新的力量，但面对淡淡，却依旧感觉自己差了太多太多。你也不错嘛，逆战4品的战力，怕是5之圣土除了那个所谓的精灵王国的小公主，就只有你能做到了。淡淡笑眯眯地说道。他已经知道楚风获得了怎样的新力量，虽然楚风获得的不是如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那种如同武技一般能够瞬息提升一重修为的手段，但是楚风获得的却是逆天战力。以前的楚风能够逆战3品，身为1品半帝的他能与寻常的4品半帝抗衡，但是现在楚风得到的是逆战4品的战力，也就是说如今的楚风能够凭借1品半帝的修为与寻常的5品半帝抗衡。再举例说明，在5之圣土之中，1等1的天才都掌握逆天战力，这种逆天战力从逆战1品到逆战3品不等，但往往最顶尖的也都是逆战3品的战力。比如与楚风关系不错的淡台雪、南宫崖、南宫百合等人，甚至是如今的苏美、苏柔、紫菱等人都掌握逆战3品的战力，可是如今的楚风却是逆战4品的战力。也就是说，就算面对5之圣土最顶尖的天才，只要是同等修为之下，楚风都能够碾压对手。而据说在如今的5之圣土之中，除了精灵王国那位公主之外，还没有人拥有逆战4品的战力。不过这不是重点，真正重点的是逆天战力往往是可以看出来的，一个人拥有怎样的战力，很多是有眼明了。但楚风现在表面来看还只是逆战3品的战力而已，唯有他真正动起手来，可以说他愿意施展逆战4品战力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发现原来他拥有的是逆战4品的战力。这也是为何楚风没动手之前淡淡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接过楚风一拳之后就什么都明白了。除了这逆天战力，可还有其他收获吗？淡淡继续问道。对体内的神雷倒是多了一点感悟，若是再施展雷霆一击，怕不会像以往那样吃力，负担那么重了。楚风说道。那也很是不错了，这么推算的话，等你成为5帝之时，岂不是要掌握逆战5品的战力？那样一来，同境界的5帝也将远不是你的对手了。哈，淡淡笑得很是开心，而他之所以笑得这么开心，也是有原因的。顶级天才都掌握逆天战力，而随着楚风接触的高手越多，便不难发现，现在能与楚风比拟的同辈中人，基本上都是掌握逆天战力的。而事实上，能够成为5帝的人，哪一个不是掌握逆战3品战力者？若是这点天赋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代5帝？所以换句话说，到了5帝那个境界，也就不存在逆天战力一说了，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楚风不同，如今楚风获得了逆战4品的战力，面对同等天才时，楚风有逆战1品战力的优势。等日后成了5帝，楚风依然有优势，并且成为5帝后，楚风的优势可能还会更大。毕竟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成为5帝之后，楚风可能还会获得逆天战力。就如淡淡所说，也许等楚风成为5帝之后，就拥有逆战5品的战力。就算5帝们本身也都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能与抵消掉楚风3品战力的话，那么楚风依然还有着逆战2品的战力优势。只要想一想，楚风明明是1品5帝，但却能与3品5帝争锋，相信便会惊呆不少人。而这样强大的力量，乃是神雷赐予楚风的。说到底，还是楚风的血脉纯正，是他的传承血脉太强。这从一开始就注定，楚风只要继续成长下去，早晚会将5之圣土这些人远远地甩在身后。能与楚风并驾齐驱的，想必只有天外的人了。就在这时，楚风的房门被打开了，是涟漪。虽然是涟漪，但是淡淡还是赶忙回到了楚风的界灵空间之内。楚风在吗？涟漪也是界灵师，一眼就看出楚风的房间内有结界，所以他没有强闯，而是询问起来。楚风大袖一挥，直接结界收回，露出了自己的真容。果然突破了，恭喜啊！涟漪看到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涟漪，想必我是惹祸了吧？楚风问道。惹祸？不知此话怎讲啊？涟漪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突破之时引发的天地异象，对你南宫地族应该有一些影响，难道就没人视我为威胁吗？楚风问道。这个自然有，不过并无大碍。涟漪说道。真的并无大碍吗？那么我若现在就想离开这里，能行吗？楚风说道。这一刻，涟漪犹豫了，随后他收起了笑容，说道。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楚风。现在情况是有些特殊，但你也不要怪他们，毕竟身为南宫地族的高层，是要以大局为重的，他们必须为南宫地族的将来负责的。但是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保证你能够安然无恙，南宫地族没人会伤害你。涟漪说道。涟漪想要我怎么做？楚风愿闻其详。楚风说道。是这样的，随后涟漪将明日他们准备传授秘籍之事对楚风说了一遍，但却特意嘱咐楚风最好躲在人群的角落，并且尽量隐藏自己的气息，避免秘籍选择他。我明白了，秘籍选人定然会选择天赋最强、潜力最好的人，他们是想借用秘籍试一试我的天赋。若是秘籍不选我，我可能就逃过一劫；若是秘籍选我，他就是要必死无疑了。楚风笑了笑，他已经猜透了南宫地族的想法。楚风也不要这样想，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糟。涟漪说道。涟漪，
你就不要替他们说话了。如果他们真是深明大义之人，今日我若要走，他们绝对不会阻拦。可是他们不仅阻拦，还要拿我做实验，他们是什么人？难道你还不清楚吗？楚风笑着说道。听得此话，涟漪又沉默了。此刻他的脸上涌现出了浓郁的愧疚之色，他很后悔将楚风邀请过来。他觉得是他把楚风拉入了火坑之中，楚风只是突破修为而已，这有什么错？错的都是他，是他不该带楚风来这里。楚风，都怪我。涟漪满面歉意地说道。涟漪，别这么说，就算眼下情况不容乐观，但我也绝对不会怪你。这样说吧，就算日后我与南宫地族为敌，但是你依然是我的涟漪。南宫崖、百合与茉莉也依然是我的朋友。楚风笑着说道，那个从容的样子让涟漪也是为之一愣。此刻的涟漪发现，楚风比他见过任何一个同龄人都要成熟，临危不惧，心思缜密。楚风，就冲你这份心智，你日后就必成大器。你也请放心，我既然能够带你来，也能够带你走。如果他们真的要对你下毒手，那么必须先踩过我南宫莲的尸体，而不是我南宫莲自大。但是在南宫地族之中，若是有谁想杀我南宫莲，还要看他们有没有那个胆量。涟漪这句话说得很大声，想必他是故意要给一些人听的。说完这句话，涟漪便走了出去。可是他却并没有真的离开，而是走出楚风的住所后，大袖一挥，布置了一层金光璀璨的结界，将楚风所在的领地覆盖了起来。随后涟漪便盘坐而下，闭目养神。看到这一幕，楚风也是心中一动，他知道涟漪是要保护他，从今日起准备贴身保护楚风。涟漪身为南宫地族之人，能够为楚风做到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绝对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楚风，明日他们用秘籍来测试你的真实潜力，你准备怎么做？真的要躲在人群角落，隐藏自己的潜力，眼睁睁地看着秘籍归他人所有吗？要知道，那可是秘籍啊！淡淡说道。虽然我这么做有点对不住涟漪，但是到嘴边的肥肉，我楚风可不会放过。楚风坏坏地笑道，哈哈，这才对嘛，这才像我认识的楚风，一个区南宫地族而已，算得了什么？他们想玩，咱们就陪他们玩，有本女王和你联手，玩不死他们。听得楚风的回答后，淡淡甚是开心。女王大人有时就像个贪玩的孩子，不怕刺激的，就怕不刺激。这一晚，楚风根本没有睡，他动用龙级结界时，布置了3座阵法，一座界灵破风阵，一座恶灵束缚阵，一座结界蓄力阵。界灵破风阵与恶灵束缚阵这2座禁忌阵法就不必多说了，乃是放出楚风体内那只修罗界灵，并且将其控制为己用的关键所在。而那座结界蓄力阵是用来储存龙纹级结界之力用的，毕竟当真正运转界灵破风阵与恶灵束缚阵之时，是需要耗费巨大结界之力的，并且寻常的结界之力怕是不行，唯有龙纹级结界之力才行。那个时候，楚风若一边炼化龙纹结界时，一边运转阵法的话，显然太鸡肋了一些，所以楚风才布置了这道结界蓄力阵。楚风事先将所有龙纹结界时的力量转到这结界蓄力阵之中，然后再将这结界蓄力阵转到自己的体内，以阵法为容器，将它们先储存起来。当楚风需要龙纹级结界之力之时，只要意念一动，便有磅礴的龙纹级结界之力自那结界蓄力阵中涌出，为楚风所用。不过，只是这些的话，楚风倒也不必花费1晚上的时间，毕竟布置阵法还是很快的。楚风之所以用了这么久，是因为楚风他小心翼翼的将2座极为危险的禁忌阵法界灵破风阵以及恶灵束缚阵封在了自己的左手与右手之中，并且楚风设置了机关，只要双手合并，2座阵法便会同时开启运转。这样一来，楚风就可以在行事不妙之际，立即运转界灵破风阵以及恶灵束缚阵，释放体内那只甚是狂暴的修罗界灵。如果可以，真的希望不要在南宫地族内使用你们。楚风看了看自己那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双手，淡淡一笑。只有他知道，他这双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双手此刻是多么的危险。楚风之所以耗费1晚上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就是因为楚风不相信南宫地族。虽然楚风也不能确定他准备的如此妥当，就能100%的控制体内那只界灵，但是楚风能够确定的是，只要他双掌合并之际，就一定能够放出那只界灵，并且将它转化为恶灵。那个时候，楚风若是能控制倒还好说，若是不能控制他的话，以他的杀性，定是要大开杀戒的。到时候南宫地族能否躲过此劫，就看南宫地族的底蕴以及造化了。眼下天已经亮了，楚风用天眼观望，能够发现南宫地族开始骚动起来，不少人都聚集在他的领地之外，就连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以及南宫崖也都来了。不过因为有涟漪在的缘故，所有人都无法踏入楚风的领地，只能默默地在领地外观望。他们的目光有的具有敌意，有的很是好奇，有的则是有些恐惧。但毋庸置疑的是，昨日之事发生之后，楚风已经得到了南宫地族很多人的关注。当艳阳高照之际，一位5帝强者也来到了楚风的领地之外。那是一名男子，楚风见过。昨晚楚风刚刚引起天地异象之后，那名男子便到过此处。他虽然没有进来，只是看了一眼便走了，但楚风仍对此男子印象深刻，因为当他扫视楚风领地之际，目光之中尽是杀意。此刻那名男子正在与涟漪对话，而从他们2人的对话中，楚风也是得知，原来这名男子叫做南宫化一。至于他与涟漪对话的内容，便是要让楚风去参加所谓的秘籍传承大会。楚风，我们走吧。涟漪来找到楚风，楚风点了点头，他也很想看一看那所谓的水仙奥义术究竟是怎样的秘籍。不知比起他的4大秘籍，孰强孰弱？在涟漪的带领下，楚风来到了一座浩瀚的地宫之中。不仅楚风与涟漪来了，南宫百合、南宫茉莉以及南宫崖也都来了。当他们来到地宫深处之际，楚风发现这里聚集了不少人，起码有上千人。
年龄大的近100岁，年龄小的还不到10岁。但不管这些人的修为现在是何地步，可是他们的天赋应该都是不错的，否则不可能被请到这里来，得到秘籍传承的机会。最主要的是，南宫地族的3位皇子以及1位公主也都来了。不仅他们来了，那个叫做孟小言的白眉仙人弟子也来了。这个家伙，他怎么来了？楚风出现后，大皇子南宫天龙他们都是眉头一皱，显然没有料想到楚风也会来到这里。此刻，南宫天龙他们看向楚风的目光非常的不友善，尤其是南宫天师，他简直恨不得现在就要把楚风大卸8块。毕竟昨晚他好端端的展示了金龙冲天，本以为能够得到他父亲的青睐，却想不到楚风也引发了天地异象，不仅引发了异象，还将他的金龙给吓跑了，这让他感觉自己颜面尽失，所以恨透了楚风。楚风，你来这里做什么？给我滚出去！愤怒的南宫天师直接破口大骂，没大没小，楚风岂是你说赶就能赶的？涟漪狠狠地瞪了南宫天师一眼。涟漪，他是一个外人，凭什么来我南宫地族的秘籍传承大会？南宫天师问道。外人？此处外人似乎不止楚风一个吧？南宫崖开口了，他说话之间看了一眼那站在南宫天龙身旁的孟小言，我与师尊已经加入了南宫地族，准确来说，我不是外人。孟小言笑眯眯地说道。楚风能来此处，是族长大人亲自允许的，你们若是有何异议，大可以去问族长大人。涟漪失去了耐心，说话之间袖子一挥，一股强风便席卷开来，将所有围观之人全部击退，就连南宫天龙等皇子也不例外。随后，涟漪便带着楚风向前走去，走到了这个宫的最深处。可恶，竟敢对我们出手！我要去找父皇说理。见到这一幕，南宫天师更是气得咬牙切齿，转身就要找他的父皇去。三弟算了，既然南宫连都这么说了，相信就是真的。南宫天龙说道。什么？真的？父皇为何要让这个家伙来与我们竞争？南宫天师很是不解。父皇定有他的深意。南宫天龙说道。算了，既然他已经来了，就让他待在这里，一品半地而已，在这里根本就不算什么。难不成秘籍还会选他不成？南宫天虎也开口了。他虽然也很反感楚风，但却并未将楚风当成对手，打心眼里看不起楚风。对于外人的议论，楚风根本就不予理会。来到最深处后，他便仔细观看了一番，在这最深处的下方有一个结界阵法，这结界阵法很强，出自龙纹级结界师的手笔，但这结界阵法却不是用来防外的，而是用来防内的。准确来说，它不是一个堡垒，而是一个牢笼，是在囚禁着什么。而楚风通过天眼能够穿透这道结界阵法，发现在那结界阵法的中心有着一座蓝色的石碑，那石碑内蕴含着特殊的力量，想必那其中就封印着秘籍水仙奥义术。诸位小友，让你们久等了。就在这时，白眉仙人现身了。这位竟是龙纹级界灵师，莫非他就是白眉仙人？白眉仙人真的加入我南宫地族了？见到白眉仙人，许多人都变得兴奋起来。这几日他们都听到了一些风声，说白眉仙人要加入他南宫地族，做他南宫地族的挂名长老。而今日一看，怕是传闻是真的了。想想他南宫地族战力滔天，但是结界之术却谈不上一流，可若是有白眉仙人教导他们的话，想必他们的结界之术也能突飞猛进。最主要的是，整个五之圣土只有10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如今他南宫地族竟有1位坐镇，只要想想就感觉特有面子。诸位小友，老夫的确已与我之弟子加入南宫地族，从昨日起，我就已是南宫地族的挂名长老了。白眉仙人笑着说道。面对这些小辈，他倒也还算客气，毕竟他知道这里都是南宫地族最优秀的小辈，多年以后，南宫地族还要靠他们当家做主。哈哈，仙人真的加入我南宫地族了，这可真是太好了。见白眉仙人真的加入了南宫地族，南宫地族的小辈们更是兴奋不已。诸位小友，你们都是南宫地族的杰出人才，日后南宫地族还都要靠你们撑起来。而今日将你们叫到此处，更是有一件好事要宣布。相信诸位小友都听说过秘籍为何物，而在五之圣土有5种最强秘籍，那便是金仙奥义术、木仙奥义术、水仙奥义术、火仙奥义术、土仙奥义术。这5种秘籍传自远古时期，是一位在远古时期纵横一时的超级强者所创，威力相当骇人，并且相传只要得到这5种秘籍，就会得到一个秘密，打开一个宝藏。不过可惜，远古时期距今已经过去数万年之久，虽然5种秘籍一直流传下来，可却从未有人能够将5种秘籍集于一身。时至今日，金仙奥义术在人王府的手中，木仙奥义术在天道府手中，土仙奥义术在德玉府手中，而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已经消失多年，怕是要失传了。但今日有一个好消息，消失已久的水仙奥义术来到了我南宫地族。水仙奥义术不仅被我南宫地族所得，族长大人还要将这水仙奥义术传授给南宫地族当今的小辈，而在场的诸位小友都有机会得到这传说中的最强秘籍水仙奥义术。白眉仙人说道。听得此话，人们更加激动与兴奋，竟一同欢呼起来。毕竟关于这水仙奥义术的传说，他们早有耳闻，如今竟有机会得到这传说一般的秘籍，他们自然是兴奋无比。忽然间，白眉仙人大袖一挥，那结界阵法便出现了多个入口。诸位小友，那传说中的水仙奥义术就在其中，请进吧。白眉仙人说道。随后，楚风等人便一同向那结界阵法内走去，而涟漪也是跟着楚风想要进去。南宫莲，小辈进去，你就不要跟着凑热闹了。然而涟漪还未进去，南宫画仪便开口制止。涟漪，没关系，我自己应付得了。楚风笑着说道。而犹豫一番之后，涟漪最终还是止住了步伐，没有再跟进去，但却就站在这结界阵法的外边，守在此处。楚风等人进入其中，所有人都能看到那位于阵法中心的蓝色石碑，所有人也都知道那应该就是秘籍封印之处，所有人也都知道
距离那蓝色石碑越近，越有机会获得秘籍的青睐，所以所有人都拼命地往前冲，想要距离那石碑近一点。而此刻位于最前面的，自然便是南宫天龙等人，因为没有人敢与皇子和公主争。值得一提的是，孟小妍也与南宫天龙他们一同站到了最前端。不过最有趣的是，还有不少人看出来，南宫天龙他们很是厌烦楚风，竟然纷纷挡在楚风的身前，不给楚风往前去的机会，就这样把楚风挤到了人群的角落。而对于他们这样的举动，楚风也只是微微一笑，根本不予理会，因为他本来就没打算抢位置。身怀4种秘籍的楚风非常了解秘籍的习性，这样的空间内，无论在哪个角落，秘籍都感应得到，所以占据位置根本没用。眼下看着那群争抢位置都快打起来的南宫地族之人，楚风就像是在看一群跳梁小丑。楚风，昨晚太壮观了，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你是天赐神体吗？可是我看你那雷霆的力量，似乎与其他天赐神体不同，你到底掌握的是什么手段啊？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顺声观望，南宫百合牵着南宫茉莉走了过来，南宫雅也是紧随其后。秘籍就快放出来了，你们站在这里可没有好处。楚风开玩笑的说道，我们根本就没打算抢那秘籍，再说了，就算想抢也抢不到吧？不是只能秘籍选人，不能人选秘籍吗？除非那人拥有绝对的实力，才能强行将一个秘籍收服为自己所用，而显然我们都不具备收服那秘籍的实力。更显然的是，那秘籍也不会选我，所以我就干脆放弃了。南宫百合笑着说道，百合妹妹你就扯吧，我看你就是知道秘籍会选楚风，所以才来这里想近距离瞻仰秘籍真容。南宫牙笑道，就你聪明，都被你猜到了。南宫百合瞥了南宫牙一眼，随后又甜甜的笑了，楚风哥哥，昨晚天上的6道雷霆真是你弄的啊，好厉害啊。南宫茉莉睁着大眼睛看着楚风，一脸的崇拜，厉害吗？你楚风哥哥，如今我可是都快性命不保了。楚风笑着摸了摸南宫茉莉的小脑袋。楚风这句话明明是句玩笑话，但是此刻的南宫百合与南宫牙听了之后，却都脸色一变，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他们也都在强颜欢笑，因为他们都知道楚风怕是要大难临头了。然而这种时候，他们却是什么都做不了，根本就帮不到楚风，很是惭愧。就在这时，那封闭的结界忽然如玻璃一般变成了透明的，不仅结界内的人能够看到结界外，结界外的人也能够看到结界内。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想让围观之人也能够清晰的看到这内部的情况。诸位做好准备，我要让秘籍出来了。白眉仙人轻喝一声，随后双掌便开始变化，道道法印连续打出，快的人们根本就看不清动作，只能看到道道残影。而与此同时，那蓝色的石碑也开始左摇右晃，发出颤动的声音。当其颤动之时，整个地宫都随之颤动起来，并且一道道耀眼的金色符咒开始在那蓝色石碑上不断闪烁，非常的漂亮。而这一刻，人们的心情也都随之变化，一个个的紧张到了极点。无论是外面的人还是里面的人都很紧张，他们都不知道秘籍会选谁，但都希望秘籍会选他们。但有一个人除外，这个人便是楚风。楚风淡定的有些过分，就像是一个局外人在看热闹一样。忽然一声巨响传来，那蓝色的石碑化成了粉碎。与此同时，一道蓝色的光体也是猛然浮现，那是一道类似神石一样的物体，它长着类似人一样的模样，浑身上下流动着水流。没错，一眼望去，它就像是一个由水化作的人。他高达几10米，站在那里不怒自威，可是他其实长得却是慈眉善目，正用那悠哉的目光打量众人。水仙奥义术，果然如其名，这秘籍是仙一样的存在，尽管强大，可却也很是优雅。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此刻所散发的气息是那样的强大，简直就是无与伦比，那是来自远古的气息。拜见水仙大人。这一刻，南宫天龙等人先是整理了一下衣衫，随后这才满面笑意的对着水仙奥义术施以大礼。而在他之后，很多南宫地族之人都是纷纷效仿，开始对水仙奥义术溜须拍马。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自然是希望得到水仙奥义术的青睐，然后好选自己。不错，你们倒是很有礼貌。水仙奥义术面露微笑，对南宫天龙等人点了点头。见水仙奥义术都露出了微笑，南宫天龙等人更是得意洋洋，觉得自己真是聪明至极，就这样抓住了水仙奥义术的注意力，博得了他的好感。水仙大人，早就听闻您之大名，听说您能洞察我等天赋强弱，未来成就，不知我的天赋究竟如何？水仙大人能否评级一番？若是能够得到水仙大人的评价，那我等真是3生有幸。南宫天龙一脸谦逊地说着，他此刻的态度，那叫一个毕恭毕敬，那叫一个低三下四，仿佛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位皇子。此刻的他的高贵早就没有了，而更像是一个俯首称臣之人。为利奥得到水仙奥义术，他也真是够拼的。你们几个天赋都很不错，是在场之中天赋比较卓越的。水仙奥义术笑着说道。那敢问水仙大人，我们几个之中谁的天赋最好？南宫天师追问道。你们几个之中天赋最好的要数他，不知你叫什么名字？水仙奥义术看着南宫天虎问道。听得此话，南宫天龙、南宫天师、南宫天凤，甚至是孟小妍，脸色都是有些变化。显然关系再好，他们也不甘心自己的天赋比他人低，哪怕自己的亲兄弟也是不行。但是南宫天虎却是高兴的不得了，赶忙说道：水仙大人，那您能选我吗？我向您保证，您若是选我，我定然不会让您失望，一定将您的力量发扬光大。听得南宫天虎的话后，水仙奥义术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所有人都是一愣，不知水仙奥义术这样的笑声究竟代表着什么。此处修武天才的确不少，不过能让本仙效力的只有一人。话到此处，水仙奥义术忽然身形一动，随后便来到了楚风的近前，看着楚风说道：便是此子，竟然是他。看到这一幕，南宫地族之人皆是脸色大变，尤其是南宫天龙、南宫天虎等人，那个模样
那个反应简直就跟自己的老婆被一个乞丐睡了一样。他们真的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水仙奥义术会选择楚风。要知道，在他们心中，楚风就算结界之术很厉害，可是若论修武的天赋，却是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比啊。水仙奥义术为什么要选择楚风而不选择他们？真根本就是没有天理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他？他哪里比我们强？不过是个一品半帝而已。你为什么要选他？你不能够选他，你是我南宫地族的，必须选我南宫家的人才行。南宫天虎等人很是不甘地咆哮起来。然而就在这时，水仙奥义术身躯一颤，顿时水花四溅，一股磅礴的威压便笼罩而下。与此同时，一股劲风也是横扫开来，南宫天虎以及其他质疑之人全部被吹飞开来，狠狠地撞在那结界之上。本仙的决定岂容尔等质疑？水仙奥义术失去了先前的和蔼，话语之中尽显怒容。这一刻，南宫天龙等人都是眉头紧皱。水仙奥义术现在是自由之体，实力相当之强，他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无奈之下，南宫天龙等人将目光投向了白眉仙人以及南宫华龙等人，想让他们帮忙。毕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水仙奥义术归楚风所有。可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白眉仙人以及南宫华龙却是站在原地不动，就仿佛看不到他们的眼色一般。就在这时，那水仙奥义术忽然身形转动，化作一道细小的水柱，光芒闪烁之间，竟直接射入了楚风的眉心之中。水仙奥义术入体，楚风顿时感觉到了一股磅礴的力量与自己相互融合。与此同时，一道声音也是随之响起：“小鬼，你叫什么名字？”这个声音正是水仙奥义术的前辈，我叫做楚风。楚风恭敬回道：“楚风，废话我就不多说了，本仙乃是五行老祖所创，如今将为你所用。与人交手之时，你可将我召唤出来，与你并肩作战，并且除非你死，否则我是不死之身。而我的强弱则取决于你的强弱，无论你是何修为，我的修为都会比你高上一品，这就是我的能力。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切记，当年五行老祖创造我的时候，还创造了其他4种秘籍。你若是能够让其他4个秘籍也臣服于你的话，你便会知道一个秘密，得到一个宝藏。”水仙奥义术说完这番话后，声音便彻底消失了。而当他的声音不再响起之际，楚风知道水仙奥义术已经与他彻底融合。这一刻，楚风发现南宫天龙等人看向他的目光简直就像要吃人一样。显然楚风获得了水仙奥义术，这让他们很是愤怒。楚风小友还真是不得了，竟然获得了水仙奥义术的青睐。就在这时，白眉仙人开口了，虽然表面是夸赞楚风，但却暗藏深意。这位前辈，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您居然知道我的名字？楚风笑着说道。他这句话也是暗藏深意，并且没有人注意到，此刻楚风的双手负于身后，并且是相对的，虽然没有合并，但却只留了一点缝隙。别看此刻的楚风表面看着很轻松，实际上他已将精神力调整到最佳状态。若有风吹草动，有人想对他动手的话，他立刻就将双掌合并，施展禁忌阵法，放出体内的修罗界灵。白眉仙人淡淡的一笑，没有再说话。水仙奥义术既然已经选择了主人，那么今日这场传承大会就到此结束吧。白眉仙人说道。就这么结束了？我南宫地族的秘籍怎么能够归他人所有？这一刻，南宫天龙等人皇子不干了。不过很快的，他们又闭嘴了。不但闭嘴了，脸色上的怒容也是瞬间减退，取而代之的是嘴角上的一抹冷笑，显然是有人暗中传音对他说了什么。就这样，楚风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之中，与他一同回来的还有涟漪。此刻，涟漪的脸色也很不好看，显然他已经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是真的不容乐观了，因为他一直在观察着白眉仙人以及南宫画一的表情。当那水仙奥义术选择楚风之时，他们虽然没有说话，并且也没有阻止，但是眼中都或多或少闪过了一抹杀意。这股杀意在南宫画一的眼中最为明显，所以涟漪知道南宫画一杀心已起，楚风怕是要大难临头了。楚风，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忽然，涟漪说道。去见谁？楚风问道。一个能带你离开此处的人。涟漪说话之间，便抓着楚风准备离开。然而就在这时，忽然2道身影从天而降，挡在了涟漪的身前。这是2名武帝，正是南宫北斗的2位心腹，南宫画一与南宫荣生。南宫莲，你这是准备去哪？南宫画一问道。我去哪你管不着。涟漪冷哼一声，便要离开。你去哪我是管不着，但是楚风要去哪，我就管得着。南宫画一说话之间，磅礴的威压散发而出，封锁天地，已是彻底挡住了南宫莲的去路，并且不只是南宫画一出手了，南宫荣生也同样出手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楚风是我请来的客人，他的人身自由，什么时候要你来管了？涟漪冷声问道。南宫莲，你放心，我不会对楚风如何，你要带他走也可以，但是水仙奥义术是我南宫地族之物，他不能带走。南宫画一说道。你说什么？不能带走水仙奥义术？你难道要杀掉楚风不成？这一刻，涟漪彻底怒了。他虽然早知道南宫画一他们要对楚风下毒手，但却也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显然这就是早有计划的。就如同楚风之前所说，这场秘技传承大会根本就是一场试验，只要楚风能够得到水仙奥义术，那等待他的将是死路一条。虽然南宫莲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可是当这一切真的发生，面对自家之人这如此丑恶之嘴脸之时，他还是无法接受。南宫莲，你想到哪里去了？谁说将秘技剥夺而出就一定要伤人性命的？别忘记如今白眉仙人可是我南宫地族的挂名长老，有他老人家在，完全能够不伤及楚风的性命，便将楚风体内的秘技剥离而出。南宫画一说道。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们？涟漪一脸的不相信。你若不信，大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南宫画一说道。去吧。忽然楚风开口了。楚风，你听到此话？涟漪一愣。涟漪，
我相信他们不会伤害我，毕竟这里是南宫地族，相信他们不会做欺负弱小之事。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你看，连楚风都这么说了，你还要阻拦吗？南宫画一笑道。那好，我与你们一起去。涟漪说道。没问题。南宫画一微微一笑，随后便身形一纵，率先引路。至于那南宫荣生，则没有立即动身，而是依旧站在涟漪与楚风的身旁。知道涟漪带着楚风动身后，他们才动身。南宫地族虽位于城墙之内，可是实际面积其实很大。这里面不仅有由金子打造的恢宏的建筑群，也有无边无际的湖泊、延绵的江河以及连绵的山坡。南宫画一将楚风和涟漪带到了一处山脉之中，才停了下来。楚风落地后，四下打量了一眼，发现这里倒是杀人灭口的好地方，心中不免发出了冷笑。你们说的阵法在哪？白眉仙人又在哪？涟漪目光凌厉，谨慎地问道。这种事情还用不着仙人亲自动手。南宫画一说道。别废话了，想杀我，直接动手吧。就在这时，楚风冷声说道。说话之间，他悄然地将双手扣在了一处，只留下了一丝距离。楚风，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太懂？南宫画一故作不解地问道。一群言而无信之辈，还装糊涂，听不懂是吧？没关系，我来告诉你们。首先，去参加那秘技传承大会，不是我楚风自己要去的，是你们邀请我去的。你们邀请我去做什么？不就是让我有获得秘技传承的机会吗？而现在可倒好，秘技选择了我，你们又不答应了，要将它从我身体剥离而出。若真是剥离也就罢了，但需要找到这样隐秘的地方吗？你们分明是我为眼中钉，想要对我下杀手。楚风说道。动手。听得楚风的话后，南宫画一的脸色顿时转冷，随后大袖一挥，一道金灿灿的鞭子便自手中浮现而出，随后对着涟漪便爆射而去。该死！见到这一幕，涟漪本想闪躲，可是奈何那南宫荣生却是死死地抓住了他，最终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金灿灿的鞭子将他缠绕起来，捆绑得严严实实。南宫画一、南宫荣生，你们做什么？快点放开我，否则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这一刻，涟漪努力地挣脱，可是却已是毫无用处，那鞭子有束缚他的力量，再加上那南宫荣生源源不断的向那鞭子内输送地级武力，涟漪根本就无法挣脱。此刻的涟漪真是后悔极了，他觉得自己太愚蠢了，明明知道南宫画一与南宫荣生不可信，可却还带着楚风来到了此处，最终害了楚风。而对于涟漪的咒骂，南宫画一却是不予理会，而是看着楚风，哈哈一笑说道。楚风，你的确很聪明，竟然猜到了我们不会放过你。不过我不太明白，既然你已知道大难临头，为何还配合我们来到此处？莫非你真的不怕死吗？死谁不怕，只是不怕你们而已。楚风说道。真是够狂妄的，大难临头竟然还敢嘴硬。楚风，我知道你来路有不凡，并且是南宫莲邀请到我南宫地族中的客人。这样吧，你自愿放弃水仙奥义术，将他自己体内剥离而出，我就留你一具全尸。南宫画一说道。自愿放弃？为什么要放弃？水仙奥义术选择了我，是对我的认可，我怎可辜负他的一片心意？再者说了，今日水仙奥义术选我的时候，你南宫地族的小辈可也都在，而水仙奥义术还是选择了我，这是为什么？依我看，倒也不是我楚风的天赋多么卓越，实在是你南宫地族的小辈太垃圾了一些。尤其是那3个皇子，还有那个整过容的4公主，不仅天赋烂，人品也烂。若是让水仙奥义术跟了他们，那岂不是委屈了这伟大的秘籍？楚风冷嘲热讽地说道。楚风，我知道你自认为活不了了，所以才敢逞口舌之力，但是我告诉你，羞辱我南宫地族可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不会让你那么痛快的便死去，我要让你饱受痛苦，到时候求我杀了你，而这就是你羞辱我南宫地族所要付出的代价。忽然，楚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非常的大声，将这山脉方圆千里内的鸟儿都是吓得成群飞起，向远处逃窜。你笑什么？南宫画一冷声质问。他真的有些看不透眼前这个年轻人，这根本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可越是这样，他越是觉得此子不能留，因为此子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气息，危险的气息。代价，好一个代价！我与你南宫地族无冤无仇，可你们却要对我下杀手，根本就是蛮不讲理，草菅人命。但是我告诉你，我楚风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想对付我楚风，我也会让你南宫地族付出代价。此刻的楚风眼中闪烁着一抹愤怒的狠色，哈哈，真是笑话，一个毛头小子也敢对我说这种大话。好啊，那你倒是说说，你能让我南宫地族付出怎样的代价？南宫画一冷声问道。你想知道，我这就让你知道。楚风说话之间，忽然双臂一动，那双掌便稳稳地合并在了一处，双掌一合，顿时一道耀眼的光芒闪烁开来，宛如一轮明日在楚风的掌心绽放一般，极为的刺眼。而紧随其后，一声声怒吼竟然自楚风的掌心传来。与此同时，磅礴的暗黑色气焰开始自楚风的掌心萦绕而出，疯狂地喷涌开来。眨眼之间，暗黑之色便遮盖住了耀眼的金色。最重要的是，当那暗黑色的气焰开始向外喷涌之际，那声声怒吼也是越来越刺耳。这是什么东西？你到底是什么东西？见到这一幕，南宫画一与南宫荣生都是吓了一跳，因为当楚风双掌合并的那一刻，他们便感受到了一股致命的危险气息，并且他们发现此刻的楚风双眼也是变得乌黑，那根本不像是人的眼睛，不仅掌心源源不断的喷涌着暗黑色的气焰，楚风的胸口竟金芒闪烁，有着源源不断的龙纹级结界之力自其中喷涌而出，融入他的掌心之中。这一切让南宫画一以及南宫荣生难以接受。先不说楚风怎么拥有如此磅礴的龙纹级结界之力，单说那股暗黑色的力量，也不是他该拥有的呀。那暗黑色的气焰简直太可怕了，可怕到难以形容。当他出现的那一刻，南宫画一与南宫荣生皆是毛骨悚然，背脊生风，身体无法自控地颤抖起来。
事实上，莫说他们两个被惊呆了，就连涟漪也被惊呆了。他看着此刻的楚风，仿佛第一天认识楚风一般。眼下的楚风是如此的危险，如此的可怕，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魔。不管你是什么怪物，今日都要宰了你！忽然间，南宫画一出手了，他意念一动，金色的地级武力便化作3把金灿灿的利刃，飞向了楚风。其中2道利刃斩向楚风的双臂，最后1道利刃对准楚风的胸口。然而，那利刃还未靠近楚风，暗黑色的气焰便化作一道暗黑色的鞭子，直接将那3道利刃全部掀飞开来。在挡开南宫画一的攻击之后，那暗黑色的气焰更是变得尖锐，对着南宫画一的丹田处便刺了过去。见到这一幕，南宫画一下意识的便要闪躲，可是那暗黑色的气焰突然加快，快的简直超乎想象。只听突的一声，那暗黑色的气焰不仅洞穿了南宫画一的身体，更是洞穿了他的丹田。这不可能！南宫画一看了看自己那鲜血直流、已被洞穿的身体，满面吃惊，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你先前不是问我对付楚风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是血的代价。楚风冷声说道。楚风话音落下之际，那暗黑色的气焰直接一个神龙摆尾，而南宫画一的身体也是被斩切成了2半，鲜血飞舞，如雨一般倾洒而下。而就在这时，那喷涌而出的暗黑色气焰竟然开始变化，化作一个暗黑色的巨型骷髅头，张开血盆大口，发出极为刺耳的咆哮。最重要的是，此刻的他散发着极为浓郁的杀意。涟漪与南宫荣生身为武帝，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也见过不少凶恶之物，但还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存在，就仿佛这是一个尘封多年的猛兽终于出世。而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寻找食物，猎杀众生。这种情况之下，天空乌云密布，道道雷霆奔腾，其中此方天地宛如末日降临，天昏地暗，并且急速地向远处蔓延开来。该死！南宫荣生发现情况不对，也顾不得涟漪，放开手中的金色鞭子，便转身逃走。而当那南宫荣生逃走之后，暗黑色的气焰竟化作一把利刃，射向了涟漪，竟要对涟漪下杀手。最恐怖的是，面对那迎面而来的利刃，哪怕涟漪贵为武帝，并且此刻已经解开了身上的金色鞭子，可却也是没有逃脱的机会。那利刃根本就不像是利刃，而像是一把死神的镰刀，只要他对准谁，谁就必死无疑。可恶，这家伙竟不受我所控！见到这一幕，楚风也是眉头紧皱，随后赶忙动用全力，使得阵法再度升华，这才总算控制住了那射向涟漪的利刃，使得涟漪躲过一劫。涟漪，你快走，我快控制不住他了！楚风艰难地说道。楚风，你怎么了？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涟漪并没有逃走，而是担心地问道。这是戒灵，一只5帝级的修罗戒灵，不过我使用了禁忌阵法，现在它已经不是戒灵了，它是一直恶灵。我本以为可以控制它，但我还是低估了它的力量，我就快控制不住它了。你快走！楚风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他说的是实话。本来经过这些天的准备，楚风已经有70%的把握能够控制住这只恶灵，但是现在他发现他错了，这恶灵的力量太强了，他根本就无法掌控。现在的他只是在死撑，但是他知道这恶灵很快就会彻底解封，而当这恶灵解封这时，便是楚风必死之日，他是绝对不会放过楚风的。楚风，放弃吧，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逃了。就在这时，淡淡的声音响起。逃？怎么逃？楚风问道。同为修罗灵界的戒灵，我倒是有一个办法，能够让他一段时间内察觉不到你的存在。我现在就使用这个手段覆盖于你，你让那涟漪也过来，你们2个待在一起，我将你们2个一起隐藏。淡淡说道。涟漪，过来，到我身边来。楚风不敢怠慢，赶忙对涟漪说道。而涟漪也不犹豫，赶忙来到了楚风身旁，把你身体借我一用。淡淡再度说话，而当淡淡开口之际，楚风便放弃了身体的主动权，淡淡也是瞬息占据楚风的肉身，掌控了楚风身体的主动权。去吧，大闹一场，让这南宫地族知道我修罗界的厉害！淡淡大喝一声，随后便张开手掌，他这手掌一放开，汹涌的暗黑色结界之力奔腾的更为猛烈，眨眼间便遮天蔽日。而那天际之上的暗黑色窟窿，更是化作了一个巨型的人形怪物，贯穿云端，顶天立地。又是一声怒吼，这声怒吼响起之际，天塌地陷，连空间都是寸寸瓦解，这方天地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之中。不过，却有一双巨大无比的血红色眼睛，宛如2轮明日一般，在这黑暗之中闪烁着，杀意滔天，仿佛要杀尽世间万物。这只被封印在楚风体内多年的修罗戒灵，终于解封了。准确来说，现在的他已不是修罗戒灵，而是一只修罗恶灵。修罗出世，水雨争锋，天昏地暗之间，飓风却在暗中席卷。那飓风如镰刀一般，在天上飞斩，在地下切割。此方天的不是好像末日，而是就是末日。直到那修罗恶灵将血红色的目光投向南宫地族深处，并且掠向南宫地族深处后，一切才安静下来。昏暗的天空也开始渐渐变得晴朗。可是当明媚的阳光重新洒向这片山脉之际，这里早已变得满面疮痍，树木全部被斩断了，就算没被斩断的树木也是连根拔起，连绵山峰也是崩塌大片，这里被毁得一塌糊涂。但在一个角落之中，楚风与涟漪却忽然出现，看着那所过之处天昏地暗，此刻正一步一步向南宫地族那浩瀚宫殿群行去的修罗恶灵。楚风眉头紧皱，心里更是复杂的很，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总算将这只恶灵放了出来，想不到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楚风在心中叹息一声，不算一场空啊，至少将他放出来了。你没有死，但是一心想要杀掉你的南宫地族，却要大难临头了。淡淡笑着说道。可是不仅牙兄、百合与茉莉在那里，说到底南宫地族的很多人都是无辜的。楚风叹息道，就算他们无辜，也怪不得你，都是他们的族人逼的。
淡淡说道：“淡淡，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虚弱？”此刻，楚风终于发觉不对，他发现淡淡的声音非常的虚弱，并且越来越虚弱。而将心神投射到界灵空间之后，他更是脸色大变，担心不已。此刻的淡淡脸色苍白如纸，竟正瘫坐在地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虚弱无比。淡淡，你怎么了？楚风赶忙走上前去，搀扶住了淡淡。别担心，我还死不了。淡淡虚弱的笑了笑，这才说道：“刚才我用的那招几乎耗尽了我的体能，我怕是不能再保护你，要沉睡一段了。”沉睡？你要沉睡到何时？不行，这不行。淡淡，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才能帮到你？听到淡淡的话后，楚风更是吓坏了。傻瓜，不用担心，我就在这里，真的只是睡一段，本女王还死不了。淡淡说完这句话，便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她已经睡着了，嘴角却还挂着甜美的微笑。真是抱歉，为了保护我，又让你做了伤害自己的事。真希望有一天，我不再靠你保护，而是我能保护你。看着沉睡的淡淡，楚风心疼不已。楚风，你没事吧？就在这时，涟漪的声音却在楚风的耳边响起。随后，楚风便将心神投射到了身体之中，这才发现涟漪在紧张地看着自己，满面担心。涟漪，我没事。楚风苦笑着说道。那就好。见楚风恢复过来，涟漪才松了一口气，随后看向东南方向，说道：“他毕竟是我南宫地族之人，我下不了手，你去了结他吧。”顺着涟漪的目光观看，楚风才发现远处有着一道受伤的神石，那神石非常的虚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而那是南宫化一的神石。原来他还没有死，虽然没有死，但是他却也受了重创，哪怕神石脱离了肉身，可是他的修为却已不是武帝，而是一位武王，并且气息仍在急速下降。这样下去，根本就不用楚风出手，这南宫化一也会自然死去，他连1个时辰都坚持不到。但是楚风还是决定亲自了解他，这不是要杀我的人吗？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了？楚风走到南宫化一近前，冷冷地笑道。看到楚风，南宫化一的神情异常的惊恐，他并没有逃，而是以颤抖的声音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我是了结你的人。”楚风冷然一笑，随后一掌轰出，只听砰的一声，便将南宫化一轰成了粉碎，死的不能再死。就在这时，一声怒吼以及阵阵刺耳的轰鸣自南宫地族的深处传来，顺身观望，那里已是涟漪四起，总共12条金灿灿的巨龙与那暗黑气焰交织在了一处。显然南宫地族已经发现了修罗恶灵，在修罗恶灵踏入南宫地族建筑区域之前，便已派出诸多高手布置强悍的阵法来抵挡修罗恶灵了。涟漪，你不去帮忙吗？楚风问道。南宫地族再强，武帝强者也是有限，如今这种时候，南宫地族很需要涟漪这样的强者，这祸是他们闯下的，烂摊子就让他们自己收拾吧，我要保护你，想办法带你离开这里。涟漪说道。这种情况下，南宫地族已然大乱，相信他们也会安排小辈们逃脱此处，倒的确是我离开这里的好机会。楚风问道。楚风说话之间，容貌开始变化，很快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连衣服也是变成了南宫地族的服饰，修为也从1品半帝变成了9品武王。说道：“这样伪装一下，应该更好逃脱。”看到伪装的无懈可击的楚风，涟漪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越来越佩服楚风了，小小年纪却成熟的可怕，明明经历过生死大劫，可却能够冷静的分析情况，这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随后，涟漪便带着楚风向一处出口走去，而就在楚风准备离开南宫地族之际，那只被楚风放出来的修罗恶灵还在与南宫地族的众人交战。此刻，足足12名武帝强者以及数千名半帝强者合力布置了一道金龙大阵，操纵12条巨大的金龙与那修罗恶灵战斗着。可是哪怕如此，却依然无法阻挡那只恶灵的脚步。他一边杀戮，一边向南宫地族的建筑群行去，不断的有南宫地族的人倒下。虽然是半帝境的强者，可却也是南宫地族的战力。眼下南宫地族已经乱套了，年幼的小辈们都在拼命的逃窜，或是从地表之上转移到地宫之中，或是干脆直接逃出这城池。哭喊声、哀嚎声响彻在各处，很多人都被那修罗界灵吓坏了，尤其是孩子们更是止不住的嚎啕大哭。先前还宁静祥和、傲气冲天的南宫地族已是彻底大乱，惊恐、胆怯与不安不仅萦绕在人们的心头，还弥漫整个南宫地族。末日降临了，南宫地族的建筑都被赋予了特殊的结界，不仅金芒四射，更是坚不可摧。可就是这样的建筑，在修罗恶灵一脚落下之后，便立即被震得粉碎，连渣都不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是什么东西？你给我解释清楚！南宫地族族长南宫北斗站在那观望台上，看着跪在身旁的南宫荣生，冷声质问道：“那是楚风，那是楚风所化，那楚风根本就不是人，他是一个怪物。南宫化一只是一击就被他杀了。”此刻的南宫荣生身体还在颤抖着，甚至比先前颤抖的还要厉害。亲眼看到修罗恶灵出世，并且一击斩杀南宫化一的他，真的是被吓坏了。那个小鬼竟有此等本事！听得此话，南宫北斗也是脸色发青，看着那脚踏大地、头过云端，由暗黑色气焰形成，任凭12位武帝强者以及数千名半帝强者联合攻击，却也难以挡住他脚步的巨型怪物。他也是有些后悔了，他后悔这么急着对付楚风，结果引出这么一场大乱。今日他南宫地族怕是要有一场大劫，若是能够度过倒还好，若是渡不过，怕是南宫地族传承几万年的根基就要不保。族长大人，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南宫荣生身为一代武帝，竟然吓得落泪，可见他真的受了不小的刺激，真是丢人。还能怎么办？自然是要灭了他。看你这样子，也是没办法参战了，别在我这里哀嚎，
去保护皇子们逃出此城吧。南宫北斗说道。是。南宫荣生毫不犹豫，身形一纵，便赶忙离开了。能够不与那修罗恶灵交手，这对他来说是大幸之事。就在这时，一声异常刺耳的轰鸣忽然响起，那由南宫地族12名武帝以及数千名半地强者联合布置的金龙大阵竟然被破。12条金龙不但瞬间粉碎，更是有数百名半地强者血溅当场，甚至2名一品武帝更是被那修罗戒灵一把抓住，捏成了粉碎。神威盖世的2位武帝强者就这样被抹杀了。快逃！一时之间，无论是武帝还是半地都是赶忙逃窜，因为他们都很清楚，没了大阵的支持，他们根本没有与那修罗恶灵交手的资本，留在此处只是任其宰割。见到这一幕，南宫北斗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一抹杀意，随后双掌一翻，一把火红色的大刀以及一把蓝色的长枪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那是2把半成地兵，虽然是半成地兵，但却不是寻常的半成地兵，两者一同使用，威力更是强横。随后南宫北斗身形一动，便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已是来到了那恶灵的近前，挡住了修罗恶灵前行的道路。别看南宫北斗身材矮小，与顶天立地的修罗恶灵相比，宛如尘埃一般，可是他的气场却异常强大。从气场来看，他并不比修罗恶灵弱。楚风，依我看不像，但不管你究竟是什么，今日你都休想再向前一步。南宫北斗冷声说道。南宫族长，我们来助你一臂之力。而就在这时，白眉仙人竟率领着一众蛇纹级黄袍界灵师跑了过来。白眉兄，你快退下，这怪物不是你们能应付得了的。南宫北斗劝道。南宫族长放心，我已经仔细观察过了，这家伙就是一只恶灵，我若没有猜错，他应该是修罗灵界的恶灵，否则不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白眉仙人说道。修罗灵界的恶灵。听得此话，南宫北斗眉头一皱，倍感吃惊。他显然没有想到这个怪物的来历这么大，毕竟修罗灵界的传说谁都听说过，如今竟然忽然出现一个活的，并且还是恶灵，这换作是谁都会吃惊。的确是修罗界的恶灵，否则不可能这么强横。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恶灵最怕的就是降魔咒，你与他交手，我们用降魔咒来束缚于他，定能取胜。白眉仙人说道。也好，动手。南宫北斗说道。而南宫北斗话音一落，白眉仙人等人便开始释放降魔咒，道道降魔咒宛如绳索一般，道道相连，向那修罗恶灵缠绕而去。而修罗恶灵则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不但不闪躲，却也不还手，就像是在等待着他们向自己出手一般。这种情况之下，降魔咒便纷纷缠绕在了修罗恶灵的身上，一层又一层，将其缠得严严实实。得劲，火龙王；得劲，水龙王。而与此同时，南宫北斗也是出手了。他这一次出手，无论是声势还是威势，都比白眉仙人他们强横得多。一手大刀化作一条火龙，一手长枪化作一条水龙，两只都是巨大无比，同样遮天蔽日，从体积上来看，都是不输给修罗恶灵的猛兽。而加上降魔咒，已是将修罗恶灵缠绕得严严实实，那火龙与水龙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张开血盆大口，去撕咬修罗恶灵，一口一口又一口，每一口落下，都会在修罗恶灵的身上咬出一个巨大的缺口，有一大团暗黑色的气焰从他的身上剥裂。而这种情况之下，那火龙与水龙吞咬的更是凶猛，大有一副要将修罗恶灵活生生吞掉的态势。快看，那怪物被收拾了！是族长大人，是族长大人出手了！太好了，这该死的怪物竟敢杀我族人，回我家园，理当该死！族长大人威武，帮我们好好教训这个怪物！南宫地族的人们尽管在逃窜，但却也在注视着那修罗恶灵的情况。眼见着修罗恶灵不仅被束缚，还正在被撕咬，巨大的身躯已经变得残缺不已，他们都激动得不得了。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刺耳的怒吼再度响起，而那个怒吼正是属于修罗恶灵的。而当那怒吼响起之际，威武且强大的火龙与水龙尽皆是发出一声惨叫，随后从天际之上摔落而下。当地表之上飞沙走石，尘土飞扬之际，他们已是落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又是一声巨响传来，那缠绕着修罗恶灵的降魔咒竟然全部化成了粉碎。紧随其后，那躺在地上的火龙与水龙又是一声惨叫，他们的肉身爆炸开来，化作了汹涌的涟漪，席卷四面八方，摧毁无数建筑。而当他们的肉身爆炸后，两道巨大的暗黑色气焰也是重现，掠向高空，再度融入了修罗恶灵的身体之中。此刻，修罗恶灵那巨大的身体不仅恢复了，他那双血红色的双眼，杀意也是更浓了，一股比先前还要可怕的杀意散发开来，覆盖了整个南宫地族。此刻，莫说南宫地族的小辈，就连强大如白眉仙人也是吓得瑟瑟发抖。而就在众人震惊之际，那修罗恶灵竟然缓缓地张开了他那血盆大口，吐出了一句有些模糊，但却异常阴沉且冰冷的话语：乌合之众，南宫地族正饱受修罗恶灵的摧残，而楚风则是在涟漪的掩护下趁乱逃了出来。楚风，这些你拿着。涟漪将一件披风以及2个乾坤袋塞给了楚风，那披风是当日他们在天道拍卖场穿的披风，能够完美的隐藏气息，遮挡他人目光。而那2个乾坤袋内塞着满满的宝贝，价值不菲。对于涟漪的礼物，楚风这次倒是没有拒绝。危难时刻，他的确需要一些盘缠以及宝贝，用来掩护自己。涟漪，你还要回去吗？楚风收起涟漪的礼物后问道。我是南宫地族之人，自然是要回去。涟漪说道。可是你带我出来，若是被他们知道，他们未必会放过你。楚风担心道。尽管他是经过伪装才出来的，但是南宫地族也不是傻子，若真的要追究起来，还是能够发现端倪。想到是南宫莲带着楚风逃出来的，这点你就放心吧，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对我怎样的。涟漪说道。楚风，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涟漪说完这句话，便转身返回。
显然，就算南宫地族做的再不对，但是身为南宫地族之人，他也是很担心南宫地族的安危。莲姨，南宫地族还保得住吗？忽然，楚风问道，脸上不仅有担忧，还有这一抹愧疚。保得住，就算你放出的恶灵再厉害，他也无法毁掉我南宫地族。提到此事，南宫莲很是自信。真的？楚风则是半信半疑。真的，我南宫地族有一点是其他3族比不了的，那便是我哥。我哥虽不爱理会族中之事，但在生死存亡之际，定然会出手。莲姨说道。你哥是谁？楚风问道。南宫龙剑。话到此处，莲姨已是纵身而起，消失不见。南宫龙剑竟是莲姨的哥哥。听得此话，楚风也是颇为吃惊，本想再多问一些关于南宫龙剑的事情，然而莲姨却早已是消失的彻彻底底。看着莲姨消失后，楚风容貌再度一变，变成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中年男子。他没有就此离开，因为他也很担心南宫地族。虽然楚风很想让那些要对他下杀手的南宫地族人死，可他却也不希望整个南宫地族真的覆灭。毕竟南宫地族中也有好人，比如莲姨、南宫雅、南宫百合和南宫茉莉。楚风相信南宫地族之中的好人绝对不止他们几个，一定还有更多。而那些人并没有对楚风有个歹念，他们若是被修罗恶灵杀掉的话，也就太无辜了。楚风不想因为他便连累那么多无辜的人，但是他却什么都做不了。哪怕那修罗恶灵是从他体内放出来的，他根本控制不住他。至少现在的他不可能控制住修罗恶灵。如果可以，楚风倒真的希望南宫地族的人能够阻止那修罗恶灵。毕竟若是修罗恶灵真的连南宫地族都阻挡不了的话，那么五之圣土怕不只是南宫地族有一场大劫，整个五之圣土都要有一场大劫。以那修罗恶灵的杀性，他绝对不会就此收手，会让更多的人送命。虽然眼下的楚风尽管什么都做不了，但却也不想就此离开，因为若是就这样离开，他心中不安。他要等待一个消息，一个南宫地族击败恶灵的消息，这也是楚风希望听到的消息。此刻南宫地族之中，修罗恶灵的气焰依旧滔天，这尊贵的南宫地族成了他破坏的乐园。白眉仙人他们已经逃脱了，连想魔咒都束缚不了修罗恶灵，他们便没有对付修罗恶灵的手段。眼下挡在修罗恶灵身前的只有一人，这个人便是南宫地族的族长南宫北斗。南宫北斗此刻额头之上闪烁着亮闪闪的地字，浑身上下都是金芒闪闪。虽然看着霸气非凡，但眼下的他却是气喘吁吁。他已经将自己最强的手段全部使出来了，可是却依然无法阻挡着修罗恶灵。修罗恶灵已经将他南宫地族1/5的领土踏平，死在修罗恶灵手中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就连5地强者都已经牺牲了3名，半地强者多达1000名，半地以下更是难以估计。这让南宫北斗很是无奈，也很是担忧。他觉得他是一个罪人，快要让南宫地族几万年基业葬送自己手中的罪人。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怒吼自城外响起。那个声音响起之际，整个南宫地族都是剧烈的一颤。那不是普通野兽的怒吼，而是龙吼。这龙吼与之前的龙吼都很不相同。若是龙吼都很震慑人心的话，那么此后最为震慑人心。龙吼再度响起，与此同时，一条光芒闪闪的金龙脚踏云端，自远处的山脉奔腾而来，竟直接破开了南宫地族的结界，闯入了浩瀚城池之中，急速的向南宫北斗的方向掠来。看到那条金龙，所有人都是大喜，哪怕南宫北斗的脸上也是终于露出了一丝放松之容。那条金龙不是寻常的金龙，它是那样的真实，栩栩如生，仿佛它就是一条真龙一般。不仅外貌像，气息更是像，它太强了，在气息上就已经超越了堂堂南宫地族的族长南宫北斗。当金龙出世之后，修罗恶灵也是发出一声怒吼，随后那顶天立地的暗黑骷髅竟然再度化作暗黑气焰漂浮而行，眨眼间凝聚成一条巨大的黑色巨龙，与那金龙交战在了一处。刹那之间，虚空撕裂，天翻地覆，二者的交战异常恐怖，哪怕连南宫北斗也是赶忙远离此处，退出了二者的战圈之中，来到了还未摧毁的区域，运用自己的力量抵挡二人造成的能量涟漪，以避免南宫地族损失更多。二者的争斗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而也就在半个时辰之后，修罗恶灵所化的黑色巨龙一双龙爪如同利刃一般，狠狠地刺入了金龙的身体之中。随后那血盆大口更是一口咬住了金龙的脑袋，金龙不断发出惨叫，不断地挣扎着，可是根本无法摆脱黑龙。黑龙越来越凶，竟开始撕裂金龙的肉身。金龙的肉身每被撕裂一块，便化作一缕金色的气焰飘散在天际之中。终于金龙不知最后发出一声惨叫后，便的一声摔落在了地上。见到这一幕，南宫地族之人一个个的面如死灰。修罗恶灵的强悍已经超乎他们的想象。